这支影片呢要来分享，设定 Obsidian 的面板呢，让它可以变成水平卷动的一个显示的方法。因为目前 Obsidian 的面板它预设显示的区域呢是固定在整个右边的面板的显示区域里面。那在经过我们特别的设定以后呢，它才有办法变成可以水平卷动。那以下就是我们设定的一个方法。我们先来看一下Obsidian 预设的开启新面板的方法。假设我们目前的这一个笔记呢是在预览的画面里面的话，那我们要开启新的面板就是在连结上面呢按下 Ctrl 跟 Click， 它就会在右边呢开启新的面板出来。那我们再来开启第二个，再开启第三个。你可以发现每一个面板都有显示出来，但是每一个面板的宽度就越来越小，因为它的显示的区域就固定成是在我们右边中间这一块的面板这个整个编辑区域里面来显示而已它没有办法形成水平卷动的方法。那我们就必须要自己来设定样式，让它可以变成是可以水平卷动。那设定的方法我们首先我们先来确认一下我们的设定里面是不是有把可以客制样式的这个功能给开启起来。好，在设定的对话窗里面找到这个 plugins， 然后确认这个 custom CSS 这个功能是不是有启用。如果有启用起来的话就表示我们可以自行来客制样式然后再接着我们再来变更我们预设的样式，让它变成是这个社群设定好的这个样式，然后透过这个 community 的 themes 来覆盖预设的样式。好，那我们就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这个 custom CSS 已经有启用的话那就是在点击 plugins 里面的这个 community themes。好，那在这个社群的这个样式里面找到一个自己觉得看起来不错的样式比如说我往下找。好，假如说我要用这一个样式好，然后我们要使用这个样式的话就是在下面呢点击这个 use 就可以了那这个样式产生出来的档案会在哪里我们可以开启我们的档案总管里面的这个资料夹来看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保管箱的位置那这个保管箱里面就是基本上在根目录里面目前就是只有放这个.md 的档案这一些Markdown 的纯文字档案。那如果说我们有自己额外再去做客制的样式的话呢，它就会在根目录里面呢产生出 obsidian.css 这个档案。好，那我们来试看看我现在点击我要使用这个新的这个样式我就选这个 use。好，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你目前已经使用了这个新的样式了我们把这个对话窗给关掉。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式呢就已经变更了然后我们如果看这个档案总管，你会发现它也产生出一个新的 obsidian.css 这个档案了那这是一个文字档只要有做过网页设计的朋友应该都很了解.css 这个档案它就是来设定我们的基本上我们的样式都可以透过这个.css 来变更。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我在说明栏里面到时候会提供一段设定我们整个把它贴进来那这个设定我已经复制在这边了就是这个样式的设定。那把这个设定复制到系统简列簿以后呢像我是移动到 obsidian.css 的最后面然后呢再用 Ctrl V 把它给贴进来那这个呢就会产生成有水平卷动的功能了好，那好了以后我们就是把这个 obsidian.css 呢储存起来，然后再回到我们的 obsidian 的画面里面来好，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下面这个水平这个卷轴就已经出现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这个就不是像刚刚一样就是有四个面板通通挤在一起的状况我们把它全部关闭然后再来重新做一遍好，我们现在第一个
第一个笔记里面然后按一下 Control 跟 Click， 好，它就开出第二个了，然后再按一下 Control Click， 再按一下第三个、第四个，那你会发现后来新开启的网页呢，其实都在右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加了这个 CSS 的内容，这个 CSS 的内容让它可以变成是水平卷动。那这个水平卷动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是有一个叫 Andy 的一个人他提出来的那这个就是他的网页那他的网页的操作就是像我们刚刚一样，就是说我们只要点击的任何一个连结以后呢，它会在右边用水平卷动的方法呢继续再开出另外一个视窗，所以这个方法它就会被加上这个它的名字的 mode。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水平卷动的方法让我们相关的一个笔记，我们想要接续着的来去做阅读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水平卷动的方法，那可以让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来做阅读。那另外顺便一提，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子，我们如果说觉得这个面板里面的文字有点小，想要把它变大的话，要怎么办呢？那其实有2个方法了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按一下 Alt 这个按键，让 Obsidian 的这个功能表出现，然后在这个 View 里面呢，就有一个 Zoom In，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Zoom In， 你就可以看到你整个视窗所有的字体呢，就整个变大了但是它这边列出来这个按钮理论上按下 Control 跟等号应该可以生效了，但是我试了 Control 跟等号，或是 Control Shift 加等号都没有办法成功但是这个 Control 加减号呢是可以成功的Control 加减号它就会 Zoom Out， 就会字体就会还原，会缩小了那这是使用这个 Zoom In 的这个方法来变更这个里面字体的大小。那另外一个当然最简单的一样就是我们来修改我们的这个 Obsidian.css。比如说我们整个网页都要改的话我就是直接改这个 body 这个 HTML 里面的 body， 然后要写在大括号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改它的字体的大小，比如说我 font size 呢，我把它改成我用一个比较大的字体24像素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可以感觉到比较大的差异。好，我把它储存起来，然后我们再切换回 Obsidian， 你可以看到它的字体就整个放大了，但是左边这个字体呢跟我们的刚刚的 Zoom In 不一样，是它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只改了网页的这个内容所以网页的内容整个字体会变大，但是整个 UI 是不会变动的。好，那这个就是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水平卷动的这个修改样式的方法。那希望对大家在阅读 Obsidian 的笔记的时候呢，能够有所帮助。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